这是最近刷屏社交媒体的量身造型，左边的红魔是 Doja Cat， 右边的雄狮是 Kylie Jenner。两位一亮相，网友在欣赏玩梗的同时，也不忘按下键盘键询问他们出席的是什么活动。他们现身的现场不是什么颁奖典礼或红毯，而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巴黎时装周 Schiaparelli 的高定秀，一场引发了不小舆论争议的地狱时装秀。Schiaparelli 是怎样的存在？在法国高定时装协会中，他是全球17间妹颂中的一员。他的作品也是公认的最接近艺术品的存在。自创意总监 Daniel Roseberry 执掌后，他不仅凭一己之力盘活着沉睡的巨人，还带领他成为线下不可或缺的时尚领军先锋。2023年的高定秀发生在巴黎小皇宫，音乐升起，模特缓缓而出，细数目之所及的廓形设计，从极地的礼服裙到硬线条的斗牛士夹克，从尖挑的细节到大衣眼缝的延伸等等，回看往季系列其实都不陌生。取出其中2张对比，就足以直观地感受到 Daniel 根据每次主题在材质、体积等方面做出的加减法。这一季的编织喷漆木珠毫无疑问属于材质之一，无声中彰显高级定制的手工精神。豆荚猫的造型就用到了它。同样十分眼熟的还有一众金色军团，金色喷漆胸甲、金色喷漆头颅、金色人脸耳饰、金色五官包带等等。Daniel 非常擅长将人体部位点石成金，这不仅与植根于品牌 DNA 中的超现实主义相得益彰，一丝丝的重复强调下，也在观众眼中画下了独属于他本人的风格记号。金色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称之为目前品牌极具标志性的色彩。查看往季的秀场笔记中，就可以寻到类似 Schiaparelli Gold 这样的描述踪迹。看到这里，貌似并没有什么争议性划分和地域扯上关系，所以地域时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时还需要先把时间线调回到1308年，诗人但丁开始着手写下了包含地狱、炼狱、天堂篇的神曲。Schiaparelli 此次的时装秀就是以其中的地狱篇为灵感。但丁迷失在一个幽暗的森林，恐惧的心理不减，忽然就到达了一座披着光影的小山的脚下，准备顺光向上攀爬，谁知却在途中接连遇到了猎豹、狮子以及母狼拦住他的去路。这3种动物层层递进，分别象征了逸乐、野心以及贪欲。在品牌的秀场笔记中可以看到 Daniel 对于这3种形象的提取是直接的。老牌超模是 Lum 胸前拥抱雪宝，伊莲娜随后身着与凯莉一脉相承的雄狮裙昂首而来，最后有黑珍珠上身压迫感十足的野狼大衣，与诗中出现的顺序一致，舆论的争议点也大都集中在了这几套。虽说品牌在 IG 上的描述都有点名，这些看起来栩栩如生的动物们全部是由泡沫、树脂、羊毛、丝绒、人造皮毛等等手工制成，且大写强调没有动物在制作过程中受到伤害，但这并不足以平息下方评论区对此的抨击。很多人认为这无疑是一种 trophy hunting， 战利品狩猎，是在美化皮草的使用。当然，反过来也有人认为这与那些毛驴鞋履的存在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样的指责过于上纲上线。这岂是颂扬了野生动物的美丽？相反，可能是一种反对战利品狩猎的声明。舆论甚嚣尘上，但若是回看 Daniel 接任时装屋后的操作，以及本次的秀场笔记，一切的发生似乎都显得有迹可循。在2021年与资深时尚评论家 Suzy Menkes 的访谈中， Daniel 有提到如何从创始人 Elsa Schiaparelli 的灵感宝藏中提炼出自我风格。 But I think there is such a numbness that people feel today, and I think more than it being even original in a way, I think it's, for me, I'm like, how do I get an emotional response from the audience? And that's really how the jewelry originated. I knew the scale of the jewelry needed to be gigantic. I knew it needed to be so huge that it would jump out of the screen and just command your attention. How do we make this something that is so visually striking that you can't unsee it?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量感动物的出现在 Daniel 的设计理念中几乎是可预见的公式。事实上 Elsa 就曾经留下过头戴类似动物饲养猫式的老照片。即便抛开本次的设计理念，动物元素看起来也将是品牌之后会涉足到的领域之一。看完采访再回看品牌的秀场笔记， Daniel 将创作时被为之震撼的体验比作但丁的地狱之旅。他说当他停滞不前时，会想起 Elsa 来安慰自己，不论是他创作的东西，他所承担的风险，现在都成为历史与传奇，但当时一定也是充满不确定甚至害怕的感觉的。他的这种恐惧最终会化为尝试的勇气，这听起来有些反常识，但却是艺术创作的关键。就像他说的，这一次的系列是他向怀疑一词的致敬，他想远离那些已经感到熟悉与舒适的技巧，选择进入但丁的幽暗森林，选择让人感到恐惧却新鲜的东西。所以
这份由简单粗暴的致敬而引发的讨论，或许早就在他的考量之中，且有意为之。如果这真的是 Daniel 体验到创作瓶颈后的一场 Elsa 式的设计试探，那么消耗这场声势浩大的语文大抵足以达到他的目的。只不过他是否也能够如但丁描述的那般，历经活的淬炼，度过炼狱，到达天堂，这里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也或许这正是他的下一个课题。